72岁退休女老师，在台中独居10年，生活完全自理，连一次看护都没请过。很多人以为她天生体质好，其实10年前她就已经出现了衰老前兆，只是多数人都把这些信号当成年纪大了，很正常。今天拆解4个隐形衰老征兆，提早发现，你80岁还能保住生活的体面与尊严。我讲的这位林老师，以前在台中市西区的国民小学教书，教了40年，退休的时候62岁，刚好也是那一年他老板走了。孩子们都在台北工作，要接他上去住，他不肯。他说自己住惯了台中，老邻居都在，不想换环境。他住的是30年的老公寓，3楼没有电梯。以前老板在的时候，2个人一起买菜，一起散步，日子过得很安稳。他一辈子讲究体面，家里永远收拾得一尘不染，地板擦得发亮，厨房的灶台摸不到一点油污，连冰箱里的食材都摆得整整齐齐，过期1天的东西他都会马上丢掉。刚独居的前半年，他还觉得没什么，每天照常去市场买菜，去社区大学上书法课，生活跟以前没两样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出门倒垃圾，风一吹，大门砰一声关上了。他掏出口袋里的钥匙，对准锁孔插进去，像往常一样转动手腕，可就是这么一个做了几千几万次的动作，那天他却做不到。他的右手莫名的发抖，钥匙插进去了，却转不动。他换左手试也一样，就站在自家门口折腾了快1分钟，脸都憋红了，才终于把锁打开。换做一般长辈，可能笑一笑，说一句：“哎，老了没用了”，转头就忘了。但林老师不一样，他教了一辈子书，对细节特别敏感。他知道这不是偶然的手酸，这是身体在给他发信号。第2天，他就自己搭公车去了台中，荣总挂了老年医学科的号，做了一堆检查。医生跟他说，他的肌肉量比同龄女性低了 10% 左右，握力也偏弱，是肌少症的早期表现。如果再不干预，再过个3-5年，可能走路都会不稳，很容易跌倒。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开始认真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。他发现除了拧钥匙费力，还有好多以前没注意到的小事，其实都是衰老的信号。他跟着医生的建议调整生活习惯，这一坚持就是10年。现在他72岁，照样自己爬3楼，自己去向上市场买菜，自己煮饭洗衣，生活完全自理。孩子们要帮他请外劳，他直接拒绝。他说，我自己能做的事，为什么要麻烦别人？今天我就把林老师总结出来的4个隐形衰老征兆，还有他的应对方法，全部分享给大家。这些征兆都特别不起眼，很容易被当成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，但恰恰是这些小事决定了你80岁能不能活得体面。第一个征兆，动作迟滞，起身的时候一定要撑一下膝盖，扶一下桌角，拧瓶盖，拧钥匙，越来越费力。我问过很多长辈，10个人里有7、8个都有这个情况，大家的反应都差不多，年纪大了，没力气很正常啊。错了，这根本不是单纯的没力气，这是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，是肌少症的前兆。什么叫肌少症？不是说你瘦才会有，很多长辈看起来胖胖的，肚子很大，胳膊腿也不细，但那都是脂肪，肌肉量其实很少，这种叫肌少性肥胖，反而更危险，因为体重更重，肌肉却撑不住，走路不稳，一摔就容易骨折。你不要觉得肌少症是7老80才会有的事，人过了50岁，肌肉量每年就会减少 1% 到 2%， 到了60岁，流失速度会更快。如果你平时不运动，蛋白质又吃得不够，那流失速度会翻倍。肌肉少了，最先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些日常小动作变迟钝。以前坐下马上就能站起来，现在要深吸一口气，手扶着桌子才能撑起来。以前开罐头，拧瓶盖轻轻松松，现在要找麻布包着转半天。以前上下楼梯健步如飞，现在下楼梯要扶着扶手，一步一步慢慢挪。这些都不是小事，肌肉是我们身体的本钱，肌肉量够，你才有体力出门活动，才有抵抗力对抗疾病。一旦肌肉掉得太多，接下来就是走路不稳，容易跌倒，然后就是卧床失能。你不要觉得跌一跤没什么，对年轻人来说，摔一跤爬起来拍拍灰就没事了，但对长辈来说，摔一跤可能就是人生的转折点。最常见的髋部骨折，很多长辈摔完之后就站不起来了，只能卧床。卧床之后，肺炎、褥疮、肌肉萎缩，各种问题都来了。
有数据说，长辈髋部骨折之后，1年内的死亡率能达到20%到30%，非常可怕。所以预防跌倒不是小事，是保命的事。而预防跌倒的核心就是保住肌肉。林老师当年就是从拧钥匙这件事察觉到不对，马上开始练。他没有去健身房，就是在家做最简单的椅上起立训练，找一张硬椅子，不要坐沙发，沙发太软会借力。坐在椅子前1/3的地方，腰背挺直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，然后慢慢站起来，再慢慢坐下去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。他每天早晚各做10次。另外平时买菜提东西，他都尽量自己用手提，不用推车。洗好衣服拧毛巾，他也故意多拧几下，顺便练握力。就这么坚持了半年，再去医院检查，他的握力就上来了，肌肉量也长了一点。我跟大家讲，这个动作真的很简单，在家就能做，不用花1分钱。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，站起来的时候不用手撑，能不能很轻松的站起来？如果不行，那你就要注意了。说到这里，我问一下大家，你或者你家里的长辈起身的时候是不是习惯用手撑一下？是的话，评论区打个1，我看看有多少人已经有这个征兆了。第二个征兆，饮食越来越简单，咸肉难咬，嫌煮饭麻烦，慢慢变成白饭配酱菜配腐乳，一餐就随便打发了。这个征兆真的太普遍了，10个家庭有8个都有。很多子女还觉得爸妈节俭惯了，舍不得吃，其实根本不是舍不得，是咬不动了，也没力气煮了。人上了年纪，味蕾会慢慢萎缩，味觉会退化，对甜对咸的敏感度会下降，所以很多长辈会越吃越咸，越吃越重口味，同时牙齿不好，咀嚼能力下降，吃肉觉得费劲，煮一顿饭要切要洗要炒也觉得累。慢慢的饮食就越来越简化，以前3餐还会煎鱼炖肉，到后来就是一锅白粥配酱瓜，或者白饭配豆腐乳，再不然就是随便煮个面加个蛋就解决了。你可别觉得这样吃清淡很养生，长期这样吃，最大的问题就是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。蛋白质是肌肉的原料啊，你每天吃进去的蛋白不够，身体就会分解肌肉来用，肌肉就会掉得更快，肌肉越少，人越没力气，越不想动，越不想煮饭，吃的就越简单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越陷越深。还有很多长辈觉得我吃素健康啊，吃素长寿，其实不对，素食不是不好，但如果不会搭配，很容易蛋白不够。植物蛋白的吸收利用率本来就比动物蛋白低，如果你只吃白粥配酱菜，那蛋白摄入更是少得可怜，长期下来肌肉量掉得快，免疫力也会下降，很容易生病。我见过太多长辈70多岁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一问饮食习惯，几乎都是长期吃素，或者每餐就是粥配酱菜。他们不是穷，是已经陷入了这个循环里，自己都没察觉。林老师当年也差点踩这个坑，他老伴走了之后，一个人吃饭，煮多了吃不完，煮少了又麻烦，加上那时候他牙齿有点松动，咬硬的东西不舒服，就常常一碗饭配一块豆腐乳就解决一餐。后来医生跟他说，你这样吃不行，蛋白不够，肌肉补不上来，他才开始调整。他不会去煮那种大块的肉，而是选软嫩好咬的食材，比如每天早上一碗无糖豆浆，加一颗蒸蛋，软乎乎的，不用怎么咬，蛋白也够。中午去向上，市场买一块虱目鱼肚，蒸一蒸就好，鲜嫩没刺，咬起来不费力。晚上就煮块嫩豆腐，或者打个蛋花汤。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，每餐一定要有1拳头的蛋白质，不管是蛋是豆腐是鱼还是肉，一定要吃够量。就这么坚持下来，他的肌肉量一直维持得很好，体力也没掉。很多长辈都有一个误区，觉得年纪大了就要吃清淡，就要多喝粥。其实不是的，清淡不是没营养，清淡是少盐少油，该有的蛋白质一定要吃够，没有蛋白，肌肉留不住，体力留不住，谈什么健康长寿？我问问大家，家里的长辈是不是最近越吃越简单，越来越不爱吃肉？有的话，评论区打个2。第3个征兆，开始堆积旧物，家里越来越乱，冰箱塞满过期食物。这个征兆最容易被误会，大家都会说老人家节俭吗？舍不得丢东西很正常。我跟你讲，正常的节俭和认知功能下降导致的堆积是2回事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所有舍不得丢东西都是认知退化，有些长辈是以前苦日子过惯了，确实节俭。怎么区分？
就看他以前是不是这样。如果一辈子都节俭，都喜欢囤东西，那大概率是性格习惯。如果以前很爱干净，很整齐，突然这几年开始乱堆东西，性格变化很大，那就要警惕了。这不是性格变了，是大脑功能变了。比如你爸妈以前很爱干净，家里永远整整齐齐，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。突然这几年家里开始堆满塑胶袋、旧报纸、空瓶子，怎么劝都不肯丢。冰箱里塞满了各种食材，好多都过期发霉了，还舍不得扔。甚至出门买东西，会囤一大堆根本用不上的东西，放着积灰。如果是这种情况，你就要小心了。这不一定是节俭，这很可能是大脑前额叶执行功能退化的早期表现。什么叫执行功能？简单说就是我们做计划、做判断、做决策的能力。比如整理房间，你要判断什么东西有用，什么没用，要分类，要规划怎么摆，这些都是前额叶在管。前额叶是大脑里退化比较早的区域，人到了50、60岁，执行功能就会慢慢下降。以前很轻松就能做好的整理、分类、决策，现在变得很费力，他没办法快速判断这个东西该不该丢，也没力气去整理，干脆就堆着。久而久之，家里就越来越乱，东西越堆越多，严重一点的，连冰箱里的食物放了多久都记不住，吃过期的东西容易拉肚子、肠胃炎，甚至食物中毒。林老师当年就发现自己有这个倾向，他以前冰箱里的东西都分类摆好，日期记得清清楚楚。有一次他清理冰箱，翻出一罐放了3个多月的樱瓜，都已经有点变味了，他居然完全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买的。换做别人可能觉得年纪大了记性不好，很正常，但林老师知道这不是单纯的忘事，是大脑的处理能力在下降。后来他是怎么做的？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，每周日下午固定清理冰箱，过期的、吃不完的直接丢，绝对不犹豫。家里的塑胶袋、旧报纸每个月清理一次，没用的直接拿去回收。他还故意给自己找事做，比如每天写书法，每周去上一次绘画课，强迫大脑动起来。我跟大家讲，大脑是用进废退的，你越不用，它退化的越快。你每天做点需要动脑子的事，比如算算账、写写字，学个新东西，就能延缓退化。很多子女看到爸妈堆东西，只会骂他们小气，不讲卫生。其实你错怪他们了，他们不是故意的，是大脑能力跟不上了。你要做的不是骂，是帮他们一起整理，帮他们养成定期清理的习惯，同时多陪他们聊聊天，多让他们动脑子。你们家里有没有长辈开始堆东西，舍不得丢垃圾？有的话，评论区打个3。第4个征兆，社交越来越少，嫌聚会太吵，不爱出门，电视越开越大声，越来越孤僻。这个征兆最常被当成年纪大了，性格变古怪了。以前爱热闹、爱串门的长辈，突然不想出门了，朋友约聚餐，他说人多太吵，不想去，邻居来聊天，他也应付2句就结束，每天就待在家里看电视，电视声音开得很大，隔壁都能听见。很多子女都会觉得爸妈性格变内向了，喜欢安静了，其实根本不是，是听力退化了。很多人以为听力不好就是听不见声音，不是的，老年性听力下降，最先是高频听力下降，也就是说尖一点的声音、细一点的声音他听不清楚，比如女生的声音、小孩的声音，他听起来就很模糊。更麻烦的是他的听觉过滤能力会下降。人多嘈杂的地方，比如餐厅、市场，背景音很多，他没办法把别人说话的声音从背景音里分离出来，他要很用力、很专心的听，才能勉强听懂对方在说什么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跟人聊天，每一句话都要费力去猜、去分辨，讲个10分钟，你累不累？肯定累啊。所以长辈不是不想社交，是社交太累了，去一次聚会累得好几天缓不过来，久而久之他就不想去了，宁愿自己在家看电视，至少不用费神去听别人说话。但你知道吗？长期社交退缩后果很严重，大脑需要刺激，社交的时候你要听、要想、要回应，大脑各个区域都在动。如果长期不出门、不跟人交流，大脑缺少刺激，认知功能就会加速退化。有研究说，长期社交孤立的长辈，失智的风险会提高 30% 左右。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，听力下降受不想社交，受大脑退化，受听力更差，最后整个人越来越封闭，越来越迟钝。林老师当年也有这个情况，
他以前很爱去社区大学上课，跟同学聊天，后来慢慢觉得教室人多，老师讲话有时候听不清楚，同学聊天也跟不上，就不想去了，在家看电，声音越开越大，邻居都来提过意见。后来他去医院做了听力检查，医生说他是高频听力下降，属于老年性耳聋的早期，他配了助听器，刚开始戴不习惯，慢慢适应了之后，他又开始去上课，也常跟邻居聊天。很多长辈排斥助听器，觉得戴助听器显得自己老了，没用了，还有的觉得戴了不舒服，吵。其实现在的助听器技术已经很好了，只要选对调好，适应一段时间，基本不会有不适感。比起听力下降带来的社交退缩、认知退化，戴助听器的那点不方便根本不算什么。另外，林老师还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天早上都去向上市场买菜，故意跟每个摊位的老板聊两句，问问今天的菜新不新鲜，价格多少，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事，但每天这样跟人交流，对大脑就是很好的刺激。我跟大家讲，听力下降不是小事，不要觉得听不见就算了，反正也不影响吃饭睡觉，它影响的是你的社交，是你的大脑，最后影响的是你整个晚年的生活质量。如果长辈电视越开越大声，跟人说话总打岔，一定要尽早带去医院检查听力，该配助听器就配，不要舍不得钱，保住听力就是保住社交，保住大脑的活力。问问大家家里长辈是不是电视越开越大声，越来越不爱出门，有的话评论区打个4。好了，4个征兆都讲完了，动作迟滞、饮食简化、堆积旧物、社交退缩，这4个征兆每一个看起来都不起眼，都很容易被当成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，但恰恰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一点点累积，最后拖垮你的晚年生活。林老师就是因为10年前抓住了这些信号，及时调整，才能在72岁的年纪依然活得体面自理。很多人问他保养的秘诀是什么，是不是吃了什么名贵的补品，他每次都笑，说他什么补品都没吃，就是把这几件小事做好了。今天我也把他的这套晚年体面维护指南总结成3点分享给大家，都是很简单的事，不用花多少钱，现在开始做都来得及。第一点，守住肌肉，每天做一点简单的力量训练，不用去健身房，不用买器材，就像林老师那样，每天做以上起立训练，早晚各10次，平时多走路，多提东西，多拧毛巾，这些都是锻炼，重点是要坚持，每天10分钟，比你1个月练1次有用的多。肌肉保住了，体力就保住了，跌倒的风险就低了，自理能力就能维持更久。第二点，吃够蛋白，每餐保证1拳头的蛋白质，不要总喝粥配酱菜，不要觉得清淡就是好，软嫩的蛋、豆腐、豆浆、鱼肉、去骨的鸡肉，这些都要吃。每餐1拳头，分散到3餐里，好吸收，也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。牙齿不好就去看牙医，该补的补，该装假牙就装。牙齿好才能吃得好，吃得好身体才会好，这是最基本的道理。第3点，多动脑子，多社交，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不要每天只看电视，找点自己感兴趣的事做，写字、画画、种菜、下棋，什么都好，只要能让你动脑子就行。每周至少出门3次，去市场买菜，去公园散步，跟邻居聊聊天，不用参加什么大活动，就是日常的小交流，对大脑就足够了。就像林老师说的，人是群居动物，天天一个人闷着，没病也闷出病来，每天出去跟人说几句话，心情都不一样。我做熟龄健康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遗憾，很多家庭都是等到长辈摔了一跤，卧床不起了，才开始紧张，才开始请看护买补品，可那时候已经晚了，肌肉掉了很难再长回来，认知退化了也很难逆转。其实衰老从来都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藏在你每一次起身扶桌子的动作里，藏在你每一碗配酱菜的白粥里，藏在你堆满杂物的角落里，藏在你越来越安静的生活里。它给过你很多次信号，只是你都没当回事。很多长辈都会说，老了就是这样，没办法的。不对，老了是会变化，但不是只能坐以待毙。你越早发现这些信号，越早干预，就能把失能的时间往后推，推5年，推10年，甚至推到你走的那一天，你都能保持自理。晚年最大的体面是什么？不是你有多少存款，不是你的子女多有出息，也不是你穿得多好，住得多好，
是你80岁的时候还能自己开门、自己煮饭、自己去市场买菜，你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不用麻烦任何人，你能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。这份自主，这份尊严比什么都珍贵。我们每个人都会老，今天你留意这些征兆，不仅是帮自己，也是帮你的爸妈，早点发现，早点调整，就能多保住几年的体面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。这4个征兆你中了几个？或者你家里长辈有出现这些情况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我分享。如果有什么疑问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，我会尽量回复大家。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麻烦帮我点一个赞。你的点赞对我真的很重要，能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这支影片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以后有新的熟龄健康内容，你才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想要了解更多长辈居家照护的知识，可以去看我上一支影片，讲的是居家防跌倒的5个实用细节，看完马上就能在家里调整，非常适合有长辈的家庭观看。另外还有一支专门讲肌少症改善方法的影片，讲得更详细，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。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，今天的内容是健康知识分享，不能取代专业医师的诊断与治疗。如果有相关的症状，一定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诊检查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。